你我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生活的转化铸成了甜。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总有些问题种如山，要怎么把人间烟火缝补，让恨释怀，爱能如初，开垦生活的荒芜，同行一路，多盼望。让我做破晓的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真的错了呀！求求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啊！在每一次审理的时候，都要认真考虑好当事人的基本诉求究竟是什么。可是你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啊！你凭什么这么居高临下的？他就是个不通人情人性的判案机器人。那么多的案子，一个都调解不了。你是法官呐，你得达到组织上的要求。你怎么不当终结者？来什么家事庭啊你？人心与空。反正也没伴儿上，继续睡吧。进来。师傅，吃点东西吧，先。这个小舅子打人那案子调解书，两口子都满意了，应该不会再反悔了。总算咱没白忙。哎，这个让你准备的双胞胎继承遗产案子的资料，我给忘了。你这心怎么那么大呀？最近咱们的案子都是这鸡飞狗跳的，我给忙忘了。告诉你个高兴的事儿，冯胜利的案子归我了。真的？哎，师傅，这案子网上讨论的可火了，争议很大。都怎么讨论？都站哪边？有站父母的，但是呢，支持冯胜利跟他父亲断绝关系的也不少。都什么价值观呀？哎呀，我估计啊，都是些外地农村来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知道这个农村娃进城扎根的苦。这几年网上讨论挺多的。我也是从外地农村考到城市里来的，这农村父母不都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你要我说，就是欺负人家农村老人不会上网，可着劲儿的污蔑诋毁人家。一说起家庭条件不好，就像是丢人的事儿；一说起父母有求孩子，就讲自我，不讲情理。我告诉你，苏琪，咱们就得通过冯胜利这案子，好好扭转这种价值观。师傅啊，虽然当父亲的和兄姐确实是为他付出了不少，但是一想到这个毫无根基的异乡小伙要替一家子背负着逆天改命的重担，这一想想是挺让人绝望的。苏琪，你记住啊，作为咱们的立场，还是应该弄清事实，公正审判，不受舆论干扰，明确态度，铿锵有力。同时，我们要做有温度的表达，直戳人心。体检报告来啦！哎，看一下我的，哎，这个是我的，这我的，哎，这个是我的，哎，这个是我的，答案即将揭晓，这个是我的，怎么这么多呀？乐姐，你的。
大姐，哎，我这乳腺有个结节，还说建议到院挂号复查，这么严重吗？你那个怎么那么严重啊？还好我只是我两侧都有。静姐的呢？我放她办公桌了。哎，你们看乐姐这么淡定，肯定没有，果然是心大不着地。大家记得周五的时候把早上时间空出来去听讲座哈。什么讲座？每年一次的，人民医院乳腺科的专家过来给咱们讲胸部护理的讲座。已成既定事实，光听有什么用？适当去感受一下组织的关心呗，这样大家心里还能好过一点。就是，记得啊，到时候把沈燮志喊上，他最近这个糟心事儿太多了，他最需要的就是组织上的关心。啊！没事儿，不要有这么大的负担哦。咱就退一万步说，检查出来了阳性，那怎么了？咱找个专家好好看看。哦，我说的倒清楚。你记住，乳腺方面的事儿，只要你发现的早，没事儿。这不是害怕？哎，让干什么呢你？对不起。大爷，你搞啥呀？我们去给你做检查。我不做。你儿子说了，肯定帮你把钱要回来，你就安心治病。你懂啥呀？我不会做的，我。你给我走开！哎，你这，哎呦，没事吧？这力气大的跟活梨似的，哪像尿毒症啊？喂，冯建业，你父亲又跑走了，我真治不住他。那个，你们自己跟他联系吧。稍微等一下。要不你给他办出院吧？行，我先去照顾其他人了。哎，您好，那个刚才那人是叫冯连山吗？啊，对，你认识他？他不是尿毒症晚期吗？怎么还能跑呢？肾小球滤过率和内生肌酐清除力俩检查都没查呢，一点都不配合，看这样倒不像是有啥问题的。大年啊，怎么了？你也吃一个吧。哎，好，吃吧。看葡萄甜不甜呀？告诉妈妈。你们看着我干嘛？喂，苏琪，就是那个冯胜利那个案子，你把那资料赶紧整理出来，尤其是他爸爸那些检验报告啊，其他的我回去再弄。好。好。你说这尿毒症不会真是假的吧？不会，人家有可能不是装病，是害怕花钱呢。怎么可能呢？都到这份上了，怕花那点检查费呀？而且你今天都看见了，就他那劲头，差点把咱俩撞一跟头，那能是尿毒症吗？那确实。哎呀，那谁知道呀？跟我也没关系。哎，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外调，派出所查个户籍。啊，去几个地方？什么时候回来？顺利的话，午饭前我也回不来。你这一个人人手不够吧？要不我再找一个人陪你去？行，那我问问胡万熙有没有时间。别扯了，我这上午下午还好几个厅呢。这档子口谁有空呀？那个小黑板排班表我都看了，大家今天都满满当当的。那小黑板以外的人呢？你想想，这个是外调，又不是庭审，不算违规。行，舒婷您放心。虽然法条我背着费劲啊，开导朋友，讲笑话，逗闷子，我还是有一套的。分别冷静。判给妈妈。这是貔貅，
貔貅有口无纲，能通万物而不陷。那是四方只进不出，是招财进宝的。您要不要买一个摆在家里面，可以聚财转运？行，帮我包起来吧。好。喂，怎么了？有几个外调都说，舒婷不放心我自己去，说让我找人陪着。何婷让我最近别去法院。没让你来法院，外调，外出调查。行，我在百润商业街，你来接我吧。我真接不了你，法院车都派出去了。我打车接你。哎，你要有车，要不你接我一趟？啊，行，那我开车来接你。我开到法院门口，不进去就行。OK， 待会儿见。嗯，好。凤千，有一件事情跟您说一下，您刚才看的这个不是貔貅，是谢志。你看这个貔貅，它脚朝后，谢志脚朝前。我刚才也是没认出来，这个才是貔貅。要不，您再重新挑一个。没事，就要这个。啊，不是，这个谢志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哪个没素质的把脚碰没了。你看这脚没了，他还能叫谢志吗？关键是我想给您换一个好的，但是这只剩店里最后一个了。没事，就这个吧。他和我呀，同病相怜。包起来吧。老哥哥，一路走好啊，老哥哥。你们谁说了算？谁出来？法庭逼死了人，到现在没给个说法。你们呢，就是官官相护。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你们打死人了？什么呢？你们是吗？对。哎呦，老头子，关注一下金典律所，就在马路对面。你死不瞑目啊！你死都不安生啊！让人开肠破肚的，肠子肚子流了一地。需要咨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找我啊，免费咨询。你好，哎哥，这什么情况？好像是法院害死了一个老人，跟一个黑心法官有关系。我不信你这个，沈先生。沈法官，怎么可能啊？你们要合理维权，不要那些法律的事情。人都没了，我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谁管事儿？你们出来说句话呀！舒婷，姚老的家属在路口闹事儿了，什么又烧纸钱、拉横幅、披麻戴孝的。黄书记带人下去拦着了，他让我过来找您。走。舒婷，我跟你一起去。你把庭审通知先发出去。你先下去，我马上。好。陈向辉，沈谢之开车来接你吗？到法院门口了。你赶紧带他离开法院。沈谢之，你给我出来！还我哥哥！出来！还我哥哥！啊，都是来堵你的。堵我呢？沈谢之，出来！出来！出来！哎，你可不能过去啊！我怎么不能过去？让我过去跟他们说。全过了，就你这我操！谁？哎，你怎么在这儿啊？舒婷让我来看着你。这种事儿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让我下去跟他们说清楚。别，你冷静一点，别。沈先生，你不做亏心事，为什么不敢见人呢？出来！你俩听见了吗？他们都这么说了，我更应该下去了。你现在是停职调查阶段，你下去只会激化矛盾，先让舒婷处理吧。陈书记员，徐师，沈法官也在。我看前面闹得挺大的，好像还是针对沈法官的。你们需要我帮忙做什么吗？能不能让后面的车挪一下？我们得倒出去。行。谢谢。哎，您好，师傅您好。哎，怎么了，辉哥？让后面车挪一下。谢谢。我同事他们想倒一下车，您往后。你给我出来！还我老哥哥！你们出来！我们说这件事。出来！哎，他们快出去了，你们往哪儿去啊？先上车吧。行。
你喊律师干嘛？我下去当面说。听我的吧，先离开这儿。去那边！那边！跟个犯人似的。沈法官，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还是别往心里去。他们现在都在气头上，肯定都比较激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谢谢你啊，你还挺有经验的嘛。也不算是经验吧，纯粹是观察。我天天在法院门口，什么样的人和事我都见过。唉。今天谢谢你啊，秦律师。不麻烦，要不都进来喝口水吧，正好都到这儿了，暖和暖和。而且对面的人估计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法官不喝律师的水。我和沈法官还要去外调，待会儿我绕着路，肯定不走那法院门口了。谢谢秦律师。哎，辛苦二位，干一忙吧，感谢。谢谢。谢谢。不识好人心，哼！你们这种行为是扰乱机关秩序，要通过合法渠道理性维权。检测结果出来之后，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好吧？我不抗法，我跟他不是一起的。之前我就听他们说，辅官体考试容易遇到键盘失灵，我就想，我去的时候把每个键都按一遍，万一哪个不灵，还能找考官帮我换。结果不知道按到哪个键了，系统退出了，还卡死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系统退出了还卡死了，对吧？我赶紧叫考官来，结果考官也不会，他去找了个大叔，一直鼓捣到开考前10秒钟，关键中的关键来了，我没来得及试到键盘上的空格键，那个空格键是卡死的。你能想象我每打一个字都疯狂按空格键是什么样的感受？沈法官，你说我是不是倒霉？前面地铁站，把我放下来。你要是觉得我烦，我可以闭嘴。不是，我知道你们关心我，但我现在是停职状态，在最终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还是离法院远点吧，免得被人揪住，给你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其实我觉得沈法官，你可以做事不这么死脑筋。要不我还是把你送回家吧。不用，你就开我车回去，地铁站把我放下来就行。我跟江峰联系好了，马上去找他。你告诉静姐，不用担心我。好。人呢？在你隔壁。啊？什么意思啊？
你一离婚的，怎么坐这儿啊？那边空调太凉，让人绝望。也是哈，这边真是温暖又治愈，体感温度都比对面至少高2个点，1个月的负能量都抵消了。哎，好地方，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常来。你一个家事庭法官，我家庭法官怎么了？是你整天在刑庭看到的，不是偷盗抢劫就是杀人放火，视觉冲击力是比我这儿强。但是你只要凶嫌到位，证据确凿，按照法律量刑就行了。家事庭呢，亲人反目，骨肉撕扯，用最难听的话伤害曾经最爱的人，到头来都还是一腔热血无处倾泻。我呢，被夹在其中，被铺天盖地的各种情绪冲击掩埋，无论怎么做，最后都得不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哎，行了，兄弟，你也别这样了啊！要做一个机器人呢，就该有机器人的样子。你应该放下你的忧伤，按照程序来说，你应该安慰我。对哈，不好意思啊。爱情幻灭，妻离子散是挺惨的，你还挺得住吗，我的好兄弟？怎么，你其实会一时百折啊？我哪敢呀！走，吃饭去。那今天，咱俩得喝点。禁止性规定，不能饮酒。这不是，这个我休假你停职嘛？今天啊，瑞法眼，我们不谈案子，来谈一谈生活中最委屈的时刻。我知道各行各业呢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当一片叶子找不到落下的方向，像我一样没目的的游荡，直到你出现，当我看见你的目光，我决定了要留在你身旁，想在你的世界，一切不再遥远，陪你走过岁月的漫长。喂，什么时候回来？这2天咱们有肉吃了，剔骨肉。唉，刚录完一遍视频公众号，这不是外面人少，而且我晚上业务也少，安静，比较好录嘛。唉，我刚录完一遍，一会儿再保一遍我就回去啊。快点快点，有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啊？能比我现在挣钱还你房租更重要啊？当然是赚钱的好事儿了。前2天我爸不是推荐了一个薛女士来我们这儿做笔迹鉴定吗？她最近有个300多万的版权官司，说要找个律师。这破钱的富贵能轮得到我？你听我说完嘛，人家说了，不要老的，怕知识更新跟不上，也不要男的，估计是之前在前夫那受了什么刺激吧。反正我就跟他推荐了你。我说你年轻敏锐，勤思好学，与时俱进。那是，咱别的比不上，那主打的就是一个朝气蓬勃。你放心吧，一会儿回去就复习一遍著作权法。我再租上我的战袍，明天一定能拿下。快点儿，骨头就留给我练手了。师傅，你就在前面，靠边就行。
所以你就利用我。我找你走后门了吗？你来找我那就贿赂法官，没来找我那就诈骗。法官不喝律师的水。妥妥的2个字，气质。齐瑞，齐瑞，你给我出来！干什么呢？你这是？早就跟你说了，不要踏入我的势力范围。我喝多了。哎呦，法官还会喝酒呢，几个菜呀？喝成这样。我是来向你道歉的。白天，对不起。我向你道歉吧，我长得就是一副250的样子，看着就像打不赢官司一样，是吧？你别这么说。你别跟我动手啊！我跟你说，你人民法官，给你录下来。来，证明再看一下，你再自拍一下。各位亲朋好友，你们见证啊，这是沈谢志法官。今天不是我找他，是他突然缠上我的，我实时录像作证，看到了吧？沈谢志。龙儿，喝酒了？沈谢志喝酒了。沈谢志喝酒了，干嘛？吐你身上了？赶紧把衣服拿去洗洗啊，明天还穿呢！快点快点！已经没法洗了，这吐的到处都是，都吐成这样了，怎么也洗不掉。要不你明天我就穿这身衣服，我去给你见客户，我不会丢你面子吧？我是不在乎，当然，我这一天到晚的白大褂走四方，关键我就是怕薛女士那边搞不过来。她不是挺别具一格、特立独行的吗？连那个有名的律师事务所都不用，也不用有名的律师，还不管我有没有经验。我实话告诉你吧，他那天跟我说的原话是：我不要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他认为现在的优秀律师都是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所以像知识产权这种官司，站在那儿范儿得对。什么范儿不范儿的？我把这官司打赢了不就行了吗？他是不是电影看多了？他这个人就是不太讲理嘛。哎，那他这点儿也做不到啊。哎，要不这样，你明天跟他说，时间往后推一推，我想想办法。我找一家早上能送的平台。你赶紧找哪家租衣平台早上能送衣服。哎，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太早了。哎，你还没跟我说呢，沈谢志到底为什么吐你身上？喜欢我呗，想给我买新衣服，不好意思说。当一片叶子找不到落下的方向，像我一样没目的的游荡，直到你出现，当我看见你的目光，我决定了要留在你身旁。干什么呢？你这是？早就跟你说了，不要踏入我的势力范围。秦瑞，我怎么去找他了？你别跟我动手啊！我跟你说，你人民法官，你给你录下来。要是因为这件衣服我生意谈不成，你必须得赔给我。我把他衣服弄脏了。哎，我这口口婆心的1个多钟头了，你们好歹有点反应吧？都是亲兄弟一家人，有什么不能掰开了揉碎了说的呀？我们条件不变，让他去测肾源，看跟我爸匹不匹配。不可能，我最多钱上给点补偿，要肾不可能。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官司如果开庭，结果很明确，他顶多付赡养费。
捐不捐肾那是他公民个人的权利，法院没法强迫，就跟法院没法强迫你去捐肾一样，这你总能理解吧？那我爸就没救了，就眼睁睁看着我爹等死啊！我特别理解你这句话，生而为人都是孝子，但光理解没用，咱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咱得看自己是什么实际情况，对吗？光这样逼自己的亲弟弟，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啊？我们只是寒心，他连配型都不愿去测，张嘴闭嘴就是钱啊！他说钱是好事儿啊，这说明他想付出啊，对吗？你之前的夙愿不就是让他付赡养费吗？你中间又变了，非要他肾，不是，这不是，这是我爸一直在坚持，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坚持。咱现在给老爷子打视频，我跟他唠。薛女士，我已经到7楼了，我马上过来找您啊。哎，你好，是尾号8643秦女士吧？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我刚刚那个走错路了。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好好好，谢谢啊，谢谢。爸，你等会儿啊，法官要跟您说啊。您给我。来，您跟他说。大爷，您能听见我们说话吗？您把脸往左转一点，对着镜头。爸，你把脸对着镜头啊！哎，您看着我们。哎，老爷子，对您把脸转过来看着我。哎，我问您一下啊，您再重复一下在本案里的诉求。法官大人，我没有什么诉求，我就是想让我的儿子，小儿子去做检查。哎呀，不可能啊！我肯定不去测这个肾源，我倒是建议你好好查一查，家里小医院的仪器800年都不用了，到底准还是不准？别到时候虚惊一场。你闭嘴！你说的那是人话吗？我跟我爸说，爸，别跟他较劲了，这肾我给您捐，他出医药费就行。对，爸，还有我一份呢，我也去医院做个检查，如果合适的话，你就用我的，让我哥呀赚钱照顾您。咱们这官司啊，尽快结束吧，您的病啊不能再耽误了。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我就是想让他去做检查。哎，老爷子，你那个病历啊，我仔细看过。好，你们啊父慈子孝，我就想知道你们这么慷慨激昂的啊，这嫂子跟姐夫同意吗？啊，你们呐先别着急眼了，地方医院万一不准，谁负责任？就算没错，谁丢一个肾不影响身体呢？老头子求你行行好了，他们两个家庭也都不容易，我们两家打算怎么活，不用你管。老头子啊，我给你点建议啊，这么大年纪了，你该吃点啥吃点啥，别折腾大了，他们家都得散，到时候还笑话你。你闭嘴，混蛋你说是人话吗？冷静。什么东西？没事，法官，我要上厕所。你等会儿，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怎么了？被告不能尿尿。中场休息。不好意思啊，有没有人啊？没人的话，我就进来了。薛女士，我也在洗手间呢。太巧了，马上啊！进去。我已经到卫生间了。薛女士，
是你吧？幸会幸会。哦，哎，我没上洗手间，我刚刚就是评审斗争太激烈了，我出来补个妆。你赢了吗？法官没有当时宣判，但是一看法官就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而且这种侵权的案子，只要我出庭，几乎都是胜诉。你刚就穿这套衣服上了法庭。啊，对，这是我的信任战袍，我一般重要的场合都会穿这个牌子。我特别佩服他们的设计理念，就是讲女性的自信还有勇敢。只有撑不起大牌的人，才会把大牌故事烂熟于心。是，一般别的牌子我也穿，只是不太知道这些故事。要不我们进入正题吧？您是被人告了，说侵权，要您索赔300万是吧？不好意思，我不想跟骗子打交道。哎，不是薛女士。哎，你吊牌露出来了。什么吊牌？穿着租来的大牌，忽悠着标的300万的客户，你真敢想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个案子吧，就是没有300万，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有病！薛女士。苏姐，哎，这老爷子为什么非要让小儿子捐肾？这哥哥姐姐已经同意捐了。小儿子年轻，换一次用得久啊。都是亲人，怎么会这么小的病？哎，如果说尿毒症是假的，那就要钱就行了呗。一做检查肯定露馅了。他万一尿毒症要是真的呢？但又不像啊。那天在医院我撞见他，好家伙，跑起来像头鹿似的。然后你再说他那小儿子，有恃无恐的，好像他知道他爹在这儿装病骗钱，最后等舆论一反转，他好甩了家庭这个大包袱。苏琪，哎呀，草率了，草率了，弄了这么大一个事情在手里。这一家人神神叨叨，掖掖藏藏，到底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不行，还是得想个办法。谢主任好。好。王医生，明天医院安排去青城区人民法院做乳腺讲座，你没问题吧？我明天要去参加我表妹婚礼，你能不能再串一下？我刚在食堂问过刘医生跟廖医生了，他们也都有事儿，说是家事庭体检结果不太好。庭长出面找咱们院长尽快安排，这讲座也是挺刻不容缓的，肯定不能往后推啊。问题是，我找谁呀？你刚才说是青城区法院？哎，是谢主任。行，我去吧。啊，这怎么好意思啊？您的时间这么宝贵，我问问屈大夫吧。没关系，我去。我把我明天的会调一下。太谢谢您了。没事儿。谢谢啊，谢主任。喂，柳阿姨。哎，你是想问那个开庭的时间吧？我现在也在等法官消息呢。等我知道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哈。小秦律师啊，真是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不是催你啊，是这样，那个哎呀，我想麻烦你啊。哎，不麻烦不麻烦，您要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就行。啊，我想麻烦你帮我跟法官说一声，我要撤诉。撤诉？为什么呀？
啊。柳阿姨，哎，柳阿姨，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嘛？你是我的律师，我怎么说你怎么做就好了。您现在是自己在家吗？家里有没有别人啊？没有别人，就我自己啊。行，那您待着别动啊，我现在立马打车过来，来你家找你来。哎，你不要来我家，我家里现在乱的都插不了脚了。您放心吧，听上去当事人家什么样的家我都见过，多乱都行。您要是不嫌弃，我还能帮您收拾呢。你说，小秦律师你怎么这样呢？啊，你是我的律师，我是你的当事人，你是为我服务的。你我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生活的转化铸成了甜。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总有些问题种如山，要怎么把人间烟火丰富，让恨释怀，爱能如初，开垦生活的荒芜，同行一路，多盼望。让我做破晓的风，吹散所有苦痛，让我做单身的舟，公道自在。人心之中多少呼喊，挣扎着，迷茫着，等待回声点燃灯火，回应诉说，你应该幸福，这掷地有声。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生活的转化铸成了甜。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总有些问题种如山。